你知道现代化的远洋捕捞渔船有多疯狂吗？上鱼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，10几20斤的深海鱼像窜溪一样被拉了上来，就算是超200斤的鳕鱼也不例外。扛过极寒之地，却扛不过人类的欲望。即使活了近100年的比目鱼也难逃一劫。捕捉到的渔获最终会送到人类的餐桌上。随着现代渔船不断的发展，船只所到达的地方越来越远，就算是南北极寒之地也成为现代渔船踏足的地方。在航行的过程中，渔民会准备好几公里长的延绳钓。当渔船来到了特定的海域，事先将鱼漂扔到海里，随后锚链一同沉入海底，目的是让接下来的鱼钩沉入海底。鱼钩会以2米的间隔串联在绳索上，紧接着机器快速地将船上的延绳钓扔到海里。工人会将准备好的诱饵塞到机器里面，机器会快速地将鱼钩勾住切好的诱饵。他们会将几公里长的延绳钓抛入海底。现代化的机器大幅度地提高了钓鱼的效率，有些操作只能依赖人力进行。几个小时后，等待海里的鱼自动归位后，他们就开始收回延绳钓。10几斤重的深海鱼在渔民的辅助下被拖了上来，上货的速度超乎你的想象。每一根延绳钓上都有一条10几斤的鱼货，上货的速度如同拉稀，止都止不住。收上来的鱼会现场宰杀，船内会有其他工人进行解剖加工，这样的场景每天都会发生，每个岗位都会有工人进行把守。上货的速度决定了后面岗位的工作量，较大的鱼只能通过人工进行解剖。在海底深处的鱼类被拖上来后，都会因为水压的问题而失去活力，所以收上来的鱼都不需要用太多的精力去应付，只要手速足够快就能胜任这份工作。整个上货的过程如同在海里捞金，连续的上货连海鸟也想过来分一杯羹。解剖过的鱼货会进行下一步的清洗过程，紧接着一条黑金比目鱼也被拖了上来。在上货的过程中，时不时也会整上一条上百斤的黑金比目鱼，这么大的比目鱼至少也活了半个世纪以上，最终还是被渔民给诱惑上钩。被送进船舱内的鱼货会进行一场屠杀，场面看起来有点残忍，但在巨大的利益面前，人类根本不会在乎这些。就算是南极鳕鱼也不能幸免，能扛过极寒之地，却扛不过人类的胃。这种鳕鱼血液中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糖基，以它为主要的成分构成一种特殊的化学物质，可以帮助鳕鱼面对寒冷。这种物质也被称为抗冻蛋白，起到了防冻剂的作用。南极鳕鱼进化出来的特殊功能，在人类欲望面前并没有卵用。这条超大的鳕鱼足足有100多公斤，而这里的1公斤就有1000克。它们会在船上一直作业到晚上。南极的食物并不多，对于突如其来的诱惑，经不住诱惑的鳕鱼都会来上一口，就这么一口把自己的生命也给搭上了。整个捕捞的过程惊心动魄，极地的天气非常恶劣，经常会有大海浪袭击，但在最大利益面前，这些困难又算得了什么？经过99、81分钟后，整个船舱内都堆满了鳕鱼。鳕鱼是全世界年捕捞量最大的鱼类之一，具有很重要的经济价值，被欧洲人称为海中黄金。餐桌上的营养师，经过工人的解剖和加工，鳕鱼最终会到达人类的餐桌上。工人会根据鳕鱼的大小进行加工，打包好的鱼货会放到冰冻库里进行冷藏。收完鱼货后，还会继续向海放钓。在放延绳钓的过程中，船只会一直向前推进，整个延绳钓如同在海里布置了天罗地网。在这片海域竟然还有几艘这样的渔船。南极鳕鱼被厨师做成了高档的食物，超200斤重的鳕鱼会有专门工人进行解剖，专业的解剖让鳕鱼每一块肉都发挥到极致，雪白的肉质也是鳕鱼肉特有的一种色泽。工人会尽量沿着脊骨将鳕鱼的肉给解剖下来，去皮的手艺也是非常娴熟，3下5除2就将一大片的鱼皮给去除掉。现代的渔船除了用延绳钓外，还用到了不讲武德的粘网，渔网会通过滚轮收上来，被粘网粘住的鱼儿已经动弹不得，取下鱼身上的渔网也是一件技术活，中鱼的概率比延绳钓要高多了。取下鳕鱼身上的渔网相对比较耗时间，但对于老渔民，这种取渔网的手艺已经练到了炉火纯青。因为大肆的捕捞，使得极地的生态系统受到了严重的破坏，政府会派出渔船进行监控。很明显，这艘渔船和他们已经很熟了，并没有打扰他们继续在海里进行捕捞。拆解后的鳕鱼会通过渠道流入特定的水池里，当渔网收完后，他们会进行下一步的操作，将收获到的鳕鱼通过漏斗式的入口流入船舱内。成堆的鳕鱼开始通过传送带流入下一个加工环节，工人会将输送上来的鱼货放到机器里进行解剖，整个过程会根据鱼的大小进行操作。解剖后的鱼货继续通过传送带流入下一个环节。现代化的机器大大提高了生产效率，解剖出来的内脏和鱼肉会进行分离，较大的鳕鱼只能通过人工解剖，没取干净的内脏只能通过人工进行。经过特殊的清洗后，
再进行分装，冰冻后再进行打包成成品。好了，视频就到这里了，关注我，让世界更精彩。